他趕緊去翻後台日誌結果看到一件讓他頭皮發麻的事 AI 發現自己听不懂語音，於是他自己寫了一個語音轉文字的模塊。對你沒聽錯，自個兒寫的。然後把語音轉成文字再回復。很多人第一次聽完這個故事的時候都會愣一下，因為這已經不是普通的 AI 助手了，這是所謂的 AI 智能體。今年的 AI 不只有 C 檔是 2.0， 今天聊一個年初炸翻全網、火到出圈的頂流 OpenCloud，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龍蝦 AI。有位在 Meta 做 AI 安全的高管，按理說這種人就是專門守着系統大門，結果呢，某天他在測試 AI 工具的时候，眼睜睜看着自己的郵箱被 AI 一封一封刪光，不是誇張是真給刪了。他想攔根本就攔不住，就像看着掃地機器人把家裡的貓粮全吸走了一樣。你知道他做的不对，但已经來不及了。更魔幻的是這個赛博悍匪並不是什麼科技巨头的產品，它只是一個誕生60天的開源項目，在 GitHub 上的熱度甚至一度壓過 Linux、TensorFlow 這種10幾年資歷的老前輩。說句實話，這事兒放在 AI 圈裡已經是現象級的怪事兒。有人把它當成印鈔機，有人卻被它剝削的褲衩子都不剩。有玩家用它1周掙了10幾萬美元，直接起飛。但是也有人因為亂裝插件，結果賬號密碼、聊天記錄、私密文件全被扒了個乾淨，堪稱大型互聯網裸奔現場。更離譜的是，還有一堆人跟風養龍蝦，結果最後發現 AI 自動氪金，賬號被改密碼，任務做錯還死不承認，簡直就是 AI 整頓職場，活沒幹明白還他媽會找理由。老祖宗一句話早就說過，福兮禍所伏，禍兮福所依。技術這東西從來都是兩面刃。OpenCloud 看起來像解放雙手的神器，但仔細扒開一看，坑也不少。所以本期视頻我們就聊一聊這只突然爆紅的龍蝦 AI 到底是未來的智能助手，還是一個正在醞釀的技術大坑。第一，60天封神的龙蝦 AI。先說说它為什麼會火。OpenCloud 最早其實只是一個很隨意的小項目，作者是奧地利程序員 Peter。說出來你可能不信，他當時寫了這個東西花了大概1個小時，目的很簡單。程序員平時會用一種叫 Cloud Code 的 AI 工具，讓電腦自動執行各種命令。但問題是，這玩意兒只能在電腦上操作。Peter 就想，要是我在外面也能用手機指揮電腦幹活就好。於是他寫了個橋接程序，把 AI 接進了聊天軟件，這樣只要發一句話 ，AI 就能在家裡電腦上執行任務。一開始這真的是個玩具，但很快事情開始變得奇怪。有一天 ，Peter 給 AI 發了一條語音，發完他才反應過來，自己根本沒寫語音識別的功能。正準備重新打字的時候手機震了一下 ，AI 回消息了。Peter 的第一反應是完蛋了，程序是不是出 bug？ 他趕緊去翻後台日誌結果看到一件讓他頭皮發麻的事 AI 發現自己聽不懂語音，於是他自己寫了一個語音轉文字的模塊。對你沒聽錯，自個兒寫的。然後把語音轉成文字再回復。很多人第一次聽完這個故事的時候都會愣一下，因為這已經不是普通的 AI 助手，這是所謂的 AI 智能體。第二，為什麼 OpenCloud 能出圈呢？過去我們接觸的 AI 大多數像 ChatGPT 這種能聊天、能寫文章、能回答問題，但他們有個明顯的限制，只會說不會做。OpenCloud 幹了一件很聰明的事兒，他給 AI 裝上了手跟腳。簡單說他把 AI 接進了各種聊天軟件，什麼 WhatsApp、iNet、Discord、飛書，用戶只需要發一句話，幫我整理桌面 ，AI 就會直接在電腦上執行命令，比如找到文件夾、分類文件、創建目錄，整個過程你甚至都不用打開電腦。很多人第一次用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感覺，這玩意兒有點像鋼鐵俠裡的賈維斯。我自己也試過一些簡單的任務，比如清理瀏覽器記錄。普通人可能會打開瀏覽器一條一條刪 ，AI 幹的事兒完全不同。它直接找到瀏覽器存歷史記錄的本地文件，然後幾行命令，歷史記錄 Coke 緩存一鍋端，效率是真的高。整理桌面文件也是一樣，幾十個亂七八糟的文件夾，幾分鐘就分好類。那一刻確實會有種感覺 ，AI 管家時代好像真的要來了。第三，再看第一批掙錢的人 ，OpenCloud 真正爆火是因為一個東西 ，Skill 生態。
所謂的 skills 本質上就是一份說明書，教 AI 怎麼完成某件事兒，比如查天氣、做 Excel、抓網頁數據、自動發郵件。全球開發者很快開始共享自己的 skills， 短短時間內就出現了幾千個插件。有人開始賣 AI 自動化腳本、營銷機器人、數據抓取工具，於是第一批人掙到錢。有開發者公開說自己靠賣 AI 自動化工具，一周收入11萬美金。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早期互聯網？是的，很多人也是這麼覺得。於是越來越多人衝了進去，然後翻車開始。下面咱們就盤一盤第一批暴雷事件。AI 圈有句話，能力越強，翻車越狠。OpenCloud 最大的能力是什麼？控制電腦，能讀文件，能執行命令，能訪問聊天記錄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權限給太多，它幾乎能碰到你電腦裡所有的東西。於是問題來了，第一，密碼被套走。有人把 OpenCloud 接進公司聊天工具，同事只是隨便測試了一下，問了幾句服務器 API 是多少，網關密碼是什麼， AI 居然一五一十全說了。原因很簡單，在 AI 的邏輯裡，回答問題也是完成任務。第二惡意技能。後來安全團隊發現，有人上傳了惡意 skills， 這些插件表面上是正常功能，但裡面藏着指令，自动發送用戶數據，比如瀏覽器 code、系統文件、聊天記錄。一旦 AI 調用這個功能，你電腦就可能變成數據搬運工。第三龍蝦事件。還有個經典案例，有人讓 AI 去網上找50張小龍蝦圖片，做成表格，再打包發送。AI 忙活了半小時，最後發来一個壓縮包，打開一看，一張小龍蝦，剩下的全是別的菜，紅燒肉、雞腿、魚香肉絲。原因很簡單，任務太複雜， AI 在中間某一步忘了自己在找小龍蝦，於是網友給他起了個名字，龍蝦暴雷。也有那句調侃， AI 有風險，吃蝦需謹慎。為什麼 AI 會這樣？問題的根源其實在技術本身。今天的大模型有一個限制，上下文記憶有限， AI 每次思考只記住一部分信息，但 OpenCloud 運行時需要提供工具列表、用戶信息、技能說明、系統提示，這些內容占滿了大部分時間，用戶指令反而只剩一點點。於是 AI 有時候會忘記任務，選錯工具，重複操作。就像一個剛入職的新人，你讓他去買奶茶，他可能先打車去店裡，然後發現沒錢，要下載支付軟件，最後奶茶確實買回來，但過程七了個八，一言難盡。第6點，技術革命的早期階段。很多人看到這些翻車案例就開始說 AI 是不是泡沫？其實未必。歷史上很多技術剛出現時都很笨，蒸汽機剛發明的時候效率還不如馬車，互聯網早期網頁加載要幾十秒，技術成長本來就需要時間。 OpenCloud 更像一個信號，它告訴所有人一件事兒， AI 智能體時代已經開始，未來也許每個人都会有一個 AI 助手，幫你整理文件、處理郵件、管理工作，甚至幫你完成很多日常任務。最後回到最開始的問題， OpenCloud 到底是未來還是大坑？答案可能是兩者都是。它展示了未来的可能，也暴露了现在的局限。技術浪潮已經來了，但在真正成熟之前，我們還是要記住一句話， AI 可以用，但別盲信。畢竟AI 有風險，吃龍蝦需謹慎。我是大釗，下期再見。因為我實在是還是有種不安全感，這種不安全感是我都不知道未來會有多麼不安全的事情會發生，嚴重程度會有多大，我到時候有沒有能力去彌補這些可能的錯誤。那我能想象到的，比如說他會下載一個病毒軟件啦，或者說給一些應用我不想給的超大的權限啦，甚至他會接收到一些壞人專門寫給 AI 的郵件，去讓他什麼給出我的密碼啦，轉我的錢啦，等等，在我的眼皮底下，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做我不願意他做的事情。這還是我能想到的哦，還有很多我可能想不到的安全的隱患。那我開始呢警覺，是因為我看到一個採訪，記者就去問了 OpenCloud 背後的這個獨立程序員叫 Peter Sternberger， 就問他為什麼大廠沒有做類似的產品。對呀，應該一個人能夠做出來的東西，大廠很容易模仿啊。他就說是因為安全隱患太大法律問題太多，所以想想確實是細思極恐。那很多的大廠不但沒有去做類似的產品像 Meta 等等的，還在禁止或者限制自己的員工使用